时光音乐会最新的一期节目呢，节目组请来了早年间的一个选秀节目《超级星光大道》的一些选手和时光家族的一些选手呢，进行一些有意识的 PK。表面上是 PK，其实是满满的怀旧啊。湖南台做这种怀旧的节目还是有一套的啊。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，我不得不聊两句，因为这个节目是伴随着我青春时期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的节目。当年我记得除了超级星光大道，台湾还有另外一个选秀节目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叫《偶像来了》啊？应该是叫《偶像来了》。《偶像来了》这个节目，慢慢的，它的声势就没有超级星光大道这么火了，好像后来就看不到了。但是《偶像来了》那个节目，造就了明星的评委啊，包小柏、包小松是明星的评委造就起来了。然后超级星光大道呢，也慢慢的有很多的评委出来了。所以呢，专业的评委突然明星化了，就在那几年的时间。虽然再早一点，这个超级女声已经有一些评委的雏形在了，但是那时候的评委还没有特别把专业性和明星化结合在一起，所以那个给我印象特别深。那还有个印象特别深的呢，是萧敬腾。萧敬腾在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呢，前面的比赛都没参加，突然有一天就来踢馆了啊，然后就一路杀下去。我当时就在想了，那前面参加的人太吃亏了，对不对？一路慢慢晋级，咱踢馆随时就可以踢嘛，就可以一场就可以，对吧？把前面的那些一层一层上来的人就干掉了。所以我脑子里面当时还有很多对这个赛制方面的一些疑问，或者是说有一些不满的地方。但是不可否认，《超级星光大道》这个节目对大家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一期时光音乐会里面的这10个歌手以及这几首歌曲。那首先第一个出场的呢，就是杨宗纬。杨宗纬演唱的这首《人质》呢，是他早年间在超级星光大道上面比赛的时候演唱的这首歌曲。这首歌呢是在06年张惠妹的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。其实张惠妹在专辑里面把这首歌曲已经唱出了张惠妹的那个味道了。可是当杨宗纬一演唱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没有听过原唱的人还以为杨宗纬就是他这个原唱啊，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把歌曲里面的那个歌词唱出属于他的味道，他就是有这种本事，把任何一首歌曲唱的都很心酸，这个就是他当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辨析度。你记得吗？当年的评委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歌手有没有辨析度，如果有辨析度，那么这个歌手就有的做，如果没有辨析度就做不出来。而当时杨宗纬给大家一听，哇，这个味道是华人乐团上面没有听到的味道，所以这个歌手当时在刚开始比赛的时候，大家都认定了他未来一定会出道。那包括李宗盛也有这种感觉啊，后来的刘家昌老师也说了，杨宗纬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唱歌的人。只是呢，当年对他的感觉就是说，为什么他在唱歌之前，他的表情就要先做出来啊？他就是先外部，就是像周星驰说的样子，先由外而内，再由内而外啊。当时对他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当然，这个慢慢的也变成了他的一个特色。节目组呢也在那开玩笑啊，说，早年间的杨宗纬是自己先哭，而现在的杨宗纬是让观众哭。慢慢的，你看10几年过去了，看到他在全网的这个歌曲的点播量超过了50亿啊，并且呢，他还在小巨蛋开他的这个演唱会，能够达到今天这样子的高度，和他一直来的努力，以及他对音乐的热爱是分不开的。那祝他越来越好吧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不是什么点评的节目，这个节目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个感人的时光。那第二个出场的何洁呢，大家再熟悉不过了，当年超女的第4名啊，虽然是第4名啊，但是这第4名的确是实至名归的第4名，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啊。当时还不知道他在哪儿呢，就突然之间投票，节目组一看，这哪冒出来的，然后就一下子站在那3大天王前3名的旁边啊，做不了前3，做4大天王也是很爽的一件事情。当年的何洁就让大家感觉出来，这个女孩子特别有自己的一些思维，特别的自信。那
其实跟他的一些小小的渊源呢，还源自于他的那首歌曲叫《你一定要幸福》啊，这是我当年的一个师兄写的一首歌曲，叫吴梦琪老师。我还让他跟我一起来开公司，我们还一起做了蛮长时间的一个公司在啊。当时我就记得他给我显摆，因为我们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，无论走到哪都在放何洁演唱的《你一定要幸福》。哇，这个歌真的是让他拽到天上了。没想到这个歌火到今天还在火啊！因为何洁她有她自己的那个唱歌的那个特质，她的唱歌很内敛，包括她这次唱人质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她唱歌是非常非常的内敛？然后呢，你感觉她的情绪不轻易暴露出来，她的情绪是很收。可是呢，你从她的那个声音里面，你总是能感觉到她的内心里面很柔软的那个部分，就相当于一个什么？这个女孩子内心里面已经很崩溃了，但是她还有一个外壳把自己包装起来的这种感觉，这就是她唱歌的一个特质。所以她的那个歌，你看她好像用的情绪波动不是很大，但是总是能够非常的感染你。就在这个地方，你包括这首歌唱完之后，何洁又在舞台上面大哭了起来了，所以你就知道她其实内心里面非常的波澜壮阔，但是歌曲在表达出来的时候又那么的稳定啊，又那么的让人感觉到这首歌曲的一个沉淀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歌我想大家听完以后也是妥妥的一个感动。那第三个出场的李佳薇呢，被号称铁肺女王，在网络上面流传她一个视频，她在给别人示范说，哎，什么是错误的唱法，什么是正确的唱法。结果她刚刚演唱那个错误的唱法的时候，人家就说哇，唱得这么好。结果她在演示正确的唱法的时候，大家就发现哇，正确的唱法竟然比那个错误的唱法要震撼那么多。可是大家仔细想想看，他错误的唱法都让人感觉到哇，你能唱得如此之好，就知道他的错误比很多人的正确都要好听很多倍。李佳薇呢，不可否认啊，他的这个演唱的这个能力是常人很难达到的，他能横跨这个16度吧，对吧？好像他是这个给他测试过的，能横跨16度，而且他的声音的转换区没有任何的那种违和的感觉，是所有的共鸣是通的啊，特别的通畅，所以你感觉不到他在什么地方有他的换声区啊，或者什么地方有他的这个声音不适的这个感觉，你听不出来的，感觉上下都是非常的通畅的。那高音这个方面呢，他在网络上面曾经和马来西亚的另外一个男歌手404男歌手啊，只能说404了，合唱过一首《一起飙高音》，哇，在那里面那个高音飙的真的是让人听得很爽。可是呢，他其实并不是飙高音这么简单，他的音乐素养也是非常的棒。你看他这次演唱的这个《True Love》，非常接近原曲，非常接近这个歌手这个歌曲本身要表达的那个内在的那个东西。所以如果大家不去想这个高音啊，不去想这个李佳薇，你就是好好的静静在听这首歌曲，你是能够听得进去的，你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整个歌曲里面的那个故事性在的。所以呢，我想李佳薇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惊喜肯定远远不止飙高音这么简单。那第四个出场的李斯丹妮呢，他演唱这首 True Love 的时候，大家就发现风格跟李佳薇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包括他的编曲都变得特别的动感。当然这也是比较符合他的人设的。说句实话，李斯丹妮这个女孩子我特别的喜欢她。原因是在哪呢？不光是因为她演唱的很好，她跳舞跳得很好，她 rap 上唱得很好，而是在于她的人格方面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她是很不吝啬去赞美别人，去欣赏到别人的优点。其实这对于一个女孩子非常的不容易。是因为你可能在欣赏别人的同时，你表达这些东西的同时，所有的注意力都不在你的身上，其实你是在牺牲自己的。但是她可以不顾这些的。他可以真的是把自己对别人的这种欣赏去表达出来的，所以我是觉得他有这样子的格局，会让他以后的演艺事业走得更高，这是我对他的一种感觉。当然这首歌他也演唱得非常棒，作为一个 rapper， 他演唱情歌的时候，动感就是他的一个强项，律动就是他的一个强项，他更容易把现场给点燃。
当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，我想很多人都感受到了那种幸福感，对不对？能感受到那种快乐的感觉，那种激情的感觉。这种感觉，我想一个是他对于歌曲，对于他自己自我风格的一个把握，一个是他人格方面的优势。所以我也期望他未来能发展的越来越好吧。其实这哪有什么 PK， 这都是一种自我的一种展示吧。第5个出场的胡夏，胡夏其实当年在看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，他唱的是罗大佑的《闪亮的日子》夺冠的啊，这是大家其实很难想象到的，他怎么会选一首罗大佑的歌来演唱啊？但是呢，其实也不用担心，他无论唱任何歌都是他自己的风格。胡夏其实我的感觉一直和品冠给我的感觉是有所相似的，但是他跟品冠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？他更像一个散文诗的作家，更像一个民国式的一个人物，更像是徐志摩那个时代的人物。所以他在唱任何一首歌曲的时候，你就像在听徐志摩念《再别康桥》的那种感觉。一个方面是因为他的这个声音非常的通透，第二个就是在于他的情感的表达非常的细腻啊，所以唱了那么多 OST 啊，包括到现在你想那些年这些歌曲在这个 KTV 里面还是所有人必唱的这个歌曲，非常的不容易啊，并且胡夏我觉得他不忘初心，真的不忘初心，他的风格始终如一，他对于所有事情的这个态度，当年他参加比赛的时候才19岁，哇，一直看到今天，他就感觉跟没变一样啊，真的就是，我内心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是我青春时期的那些看到的那些东西，接触到的那些人，他们没有变的话，你的青春好像就没有过去。啊，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，所以我也希望胡夏能够把他的风格一直保持下去。那第6个出场的尚雯婕呢，演唱的也是《我是真的爱你》这首歌曲。当然，他跟胡夏的版本不需要拿来对比了，因为他们俩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个风格。尚雯婕其实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后台里面给我留言说，能不能聊一聊？我一直没有聊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尚雯婕她对于自己的音乐太清楚了。并且他对所有的音乐基本上我觉得他都是清楚的，你看他去点评别人你就知道了，他非常能够用1、2句话一针见血的把别人的风格、别人的优势以及对一首歌曲的看法给表达出来啊，所以这不光是一个对音乐理解很深的，他的整个表达能力也是非常棒的。尚雯婕在唱歌的时候，他的那种运用的那种爆发力啊，以及他的一些某方面的这个声音的这个独特的特质，以及他对于音乐的看法，他只要一开口就可以瞬间把你的心给击碎，就有这种感觉，就像你的这个心是完整的，对吧？就像一个玻璃一样，啪嗒就被击碎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听尚雯婕唱歌的时候，我就感受着她就像一个这个气枪一样，砰，朝你的心击过来。啊，所以这个尚雯婕对于她自己的音乐风格太清楚不过了。无论是什么歌曲，他总能找到这首歌曲最需要表达的部分，以及他自己个人身上最善于表达的部分，以及这首歌曲留在别人心中最后的那个样子是什么，他都一清二楚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尚雯婕最重要的可能是要多做一点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吧。那第7个出场的陈浩宇呢？说句实话，我有点小小的抱歉，因为之前我在看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呢，我知道有一个选手陈浩宇，并且我也知道他表现得非常棒。而后来我看电视剧啊，看一些演出的时候，我也知道一个陈浩宇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把这2个陈浩宇当成一个人，直到这个节目出现的时候，我才突然之间恍然大悟，哇，这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。这10年间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，怪不得有一句话说7年就是一辈子呢，真的是让我感觉到这是2辈子的人，很难想象是一辈子的人。我之前常常也在说一件事，我说一个明星和一个演员是有一个区别的，它区别不是在于说这个明星他一定就是
只有人气，他的演技啊或者是唱功是不好的，而是在于说这个明星他是能够自身发光的。今年我们看到陈浩宇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他是一个带着光的艺人，你感觉他走到哪里都是带着光的，感觉今年就是他的天下。你看凡人歌出来了，对吧？收视又是冠军，乘风破浪又能获得这么大的荣誉，然后这次时光音乐会，感觉全场都在看着他。所以当陈浩宇现在他哪怕一个转身，一个笑容，对吧？一颦一眸的这种变化，你都感觉到哇，全身都在发着光。所以呢，当他在唱歌的时候，我看到下面的有一些网友在那说听他在唱歌，也唱得如此的好，看着他的人，听着他的歌，是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盛宴，真的是这个样子啊！在这个时代里面，能够看得到真的还在发光的这个艺人，真的是一种非常大的享受。那第8个出场的张含韵呢，演唱的也是这首《踮起脚尖爱》啊，和这个陈浩宇是一样。张含韵在04年的超级女声的时候演唱的酸酸甜甜，以及后来唱的这个想唱就唱，哇，到现在我想在80后、90后的这代记忆里面很难抹去了。啊，真的是太强烈了，并且他当年的那个小酒窝，到今年还在这边保持着，感觉到你看到他在那演唱，就仿佛当年的超女又出现了一样，啊，所以当他在唱这个歌曲的时候，我想更多的人回忆的或者是听到的不光是他的歌声，更多人听到的是自己的曾经的那段岁月，曾经的那个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。那当然他这首歌也演唱的非常好，他现在的声音里面多了那么一点点知性的美啊，也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。可是呢，因为你一路看到大的，所以呢，无论他现在的年龄是不是变大了一点点，无论他中间是不是经历了一些让他的心态变了一些，或者看事物的那些角度比较复杂了一点，比较坎坷多了一点点啊，对于未来的演艺事业，憧憬不像以前那么大，可能更多的是那种不确定，是一种彷徨的时候呢。但是在我们的这些眼里面呢，她还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。我想她只要不忘初心，她只要坚持她当时的那条路，无论怎么样都会有一波热爱她、支持她的这些歌迷存在的。那第9个出场的刘明湘呢，他演唱的陶喆的《流沙》。刘明湘因为他运动感特别强，所以你能感觉到他唱歌的底气特别足，这个只有运动感特别强的人才能带来的，因为这个唱歌就是一种心肺上面的一个运动。你如果说这个体虚的话，你唱歌可能唱2句有气无力，对吧？或者是说唱歌的时候，有些人讲的很简单啊，你用高音的唱啊，你用那个假音的唱法，你用一半真声一半气音啊，就像那个韩国的那个 JYP， 对吧？那个什么空气声这种，对吧？说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你需要身体的支撑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明星在看演唱会之前，都要每天进行大幅度的这种运动。但是长期运动的人，你就能感觉到他的那个气息底气就特别的强烈。流沙这首歌曲其实没有人会不喜欢，因为当时陶喆在唱这首歌，以及陶喆去年又重新改了一个新的版本，我想也有大部分的人，对吧，在 KTV 里面就是一直在轮换的在唱这个歌。但是呢，能听到他的这种不同的版本不一样的那种感觉，还是有一点欣慰的所以呢，我想可能爱运动这件事情自带混响的这种感觉，是他自己独有的那种风格。那第10个出场的李霄云呢，他的声音非常的中性，并且他的演唱非常的能够让声音沉淀下来，让人听得非常有一种安定感。这也就是那个心境非常安静的人，非常能静得下来的人才能表达出来的这种感觉。你听他在唱歌的时候，感觉那个嘈杂的世界突然之间都不见了，
就仿佛你就进入到一个时空隧道里面，这个隧道里面只有他的声音存在，所以这会让很多人，你心如果静不下来的话，你听他的歌曲在身边的话，你会感觉到你今天心很安定，所以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感觉。包括你看他画的画，这是心多静的人才能一页一页画出来，然后呢，心又很细腻，对吧？送给他的好朋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放在一起又特别的有这种仪式感，又特别的细腻，啊，所以李霄云身上是有很多的，唱歌之外的东西支撑着他的演唱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的，啊，所以总的来讲呢，这一期节目我其实并不是从一个 PK 的角度或者从评分的角度去聊，因为这带给我们的就是一场回忆嘛。对吧？其实分数也就是调节一下，加一个调味品，啊，谁在乎输赢呢？啊，好，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。